掉秤不等于减对了。有没有发现，咱们很多人一减肥，眼睛就焊在体重秤上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光脚站上去，连气都不敢喘。今天轻半斤，哇哦，开心一整天，吃口肉都觉得心安理得。第二天重2两，瞬间崩溃，连喝口水都觉得是在犯罪，烦死了。我们是不是都默认了体重数字往下掉就等于我变健康了？但今天我必须从生命底层的逻辑把这件事儿给你掰扯明白。那个体重秤给你的数字其实是个高明的骗子，他只会biu的一声告诉你轻了，但他永远不会告诉你你掉的到底是什么，是多余的脂肪，是一喝水就能补回来的水分，还是你身体里最金贵最保命的长寿底盘。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掉秤不等于减对了。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狠心饿上几天，或者疯狂跑跳几天，体重掉得飞快，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自己找到捷径了？我太懂这种暗爽了。但其实体重这个数字就是一笔糊涂账，这里边除了脂肪和水分，还有你的瘦体重，也就是你的肌肉、骨骼和核心器官。体重秤数字降了，它可不会向你保证恭喜这次掉的全是纯脂肪，绝大多数时候你快速掉的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还稳稳地站在那里。身体不是橡皮泥，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当你强行逼着它快速掉秤，它就会在内部悄悄拆你的承重墙来代偿。你以为你在减去外墙肥肉，其实你在砸承重墙。等承重墙拆得差不多了，你一恢复饮食立马反弹，甚至整个系统塌方。所以真正高质量的减重是什么？是掉得慢一点没关系，但掉的尽量是脂肪，保住的是你支撑生命的底子。说到减重质量，就绕不开现在火爆全网的解药平丸。我不吹不黑，直接说事实，它不是神药，也不是毒药。在肥胖医学里，它确实是个极其强悍的工具，能帮你死死压住食欲，吃了它体重确实会降。但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很多人把有效单纯理解成了只要掉秤就行，用了药不吃优质蛋白也不练力量，就干躺着等数字往下掉。听我一句劝，它只负责帮你降体重，它绝对不会自动当保姆帮你保肌肉。如果你不管不顾，瘦体重流失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看似你瘦了一圈，但你的力量、功能、代谢储备全垮了。药一停，你拿什么去守住成果？记住这6个字儿，减重真正难的从来不是减下来，而是减得对，守得住。有人会说，我不管，掉肌肉干嘛？我只要瘦就行了。大错特错。在长寿算法里，我们为什么死保肌肉？因为骨骼肌从来不只是用来发力的，它是你身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和抗病储备库。这就好比咱们的手机都喜欢买大内存的，你的肌肉就是你身体里的功能内存。你为了追求极致的瘦，疯狂的掉秤，把肌肉都饿没了。这就等于为了让手机变轻，硬生生的清空了所有的内存和芯片。手机看着是轻了，但卡的连个软件都打不开，稍微遇点风吹草动直接死机。年轻时你感觉不到但往后看10年、20年，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根本不是你的体重，而是极其现实的生活场景。你走路还稳不稳？会不会轻易的摔跤？发一场大病，做一次小手术之后，你还能不能快速的爬起来？这些底层的保命能力，全靠你的瘦体重撑着。工程系统喜欢追求极致精简，消灭冗余，但生命系统恰恰是靠这些冗余才能活得长久。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减脂又保命？别折腾，我给你3个普通人每天都能用的代谢杠杆。第一，把纯消耗改成保底盘训练，别光盯着跑步机死磕卡路里了，减脂是在往下挖坑。而阻力训练，比如在家做深蹲，练练弹力带，是在底下给你打地基，把地基拖住，你的代谢才不会塌。第二，想先怎么吃对，再想怎么少吃，一减肥就饿肚子，把自己饿到崩溃，千万别这么干。越是制造热量缺口，越要把宝贵的配额留给优质蛋白、鸡蛋、瘦肉、豆制品，这是你修补承重墙的砖瓦。靠硬扛饿瘦的，你永远守不住。第三，把睡眠当成最强的减脂工具。你一熬夜就想吃高热量的垃圾食品，吃完又后悔，真不是你意志力差，是睡不够，你身体里的食欲激素直接乱套了。这是生物学的本能，睡足7到8小时，稳住激素，
减脂会轻松一大截。我想跟所有正在死磕数字的人说句实在话，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你现在还不够瘦，而是你为了那个虚荣的数字太早太盲目的把身体压到了没有任何容错率的地步。体重秤让人上瘾，因为反馈太快了，但科学真正关心的是你掉秤的同时保住了什么，减掉多余的脂肪，同时保住力量，保住底气，保住你未来享受生活的本钱，这才叫高质量的减重。在长寿算法里，我们从来不在意你有多轻，我们只看你有多稳，有多能扛事儿。掉秤不等于减对了，别再拿你保命的底盘去换那个干瘪的数字。下一次站上体重秤前，先问问自己，你到底在拿什么交换它？这里是 X Lab， 我们下期见。